对了，当年到入云楼来的不是还有一位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文弱倔强，戴着面具，还不愿自报家门。他如今在哪儿啊？物是人非，没什么可提的。也对，你这些年啊，东征西战的，定然也难以与他保持音信。毕竟是个姑娘家。你说什么？萧公子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就随便逗了逗他，他就慌张的要命，这羞涩紧张的模样啊，定是姑娘家，我是不会看走眼的。你果然会萧家剑法。你都知道了。这路青狼剑法，除了萧家人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没错。为爱而活着，天空的感觉。两位，大家同窗一场，情谊难得，有些误会也该解开了。程女素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与风云将军之间并没有什么误会。对，没什么误会。自始至终，我不过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罢了。你快看，花游仙，这当年可是入云楼的头牌，验怪要精，怎么会出现在重怀？哦，好，好。花游仙姑娘风姿绰约，这才真的配得上大名鼎鼎的入云楼呀！游仙姑娘的天籁之音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咱们的银两花的可真值啊！
一别经年，公子们可好？都好。游仙姑娘，你呢？奴家也好。说起来，奴家与诸位公子也真是有缘。当年我还收到过你们其中一位的情书呢。某些人就爱往花丛里凑，肯定是他写的。我当年是咸昌馆的倒数第2，我连文章都写得囫囵吞枣，怎么可能会写情书呢？为了在宋姑娘面前自证，都自揭老底了。说起来，怀瑾文武双全，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咸昌馆的第1。我看这情书8成是他写的。哎，你看，他没说话，他默认了，他还自罚1杯，就是他写的。没想到萧都督还有这么解风情的一面呐！风云将军途经重怀，下官身为重怀知县，有接待之责。明日便备下酒席，还请诸位赏脸。难得来一次重怀，不知游仙姑娘可愿与我共饮？萧公子的酒，游仙自然是要喝。杨大人，为何面色不愉？说起来，游仙姑娘为何会来重怀呢？我结识了一位郎君，本以为我遇到了可以白头偕老的良人，于是便赎了身，同他结为夫妇。这么说，游仙姑娘成家了？没错，只是我识人不明，后来啊，便和离了。怎么就又和离了？自然是所托非人，得非所愿。游仙姑娘当年可是名满天下，我也曾听闻过你的大名。选择在如日中天时嫁人，那定是对对方十分的倾心。当年我离开入云楼时，妈妈问我：“你可曾见过飞蛾扑火会有好的结局？”那时我还年轻，我总觉得只要有光亮温暖，哪怕一瞬也就足够了。我自然是倾心于他，于是义无反顾地跟他走了。后来情意如云烟消散，故而抽身离去，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如今我在这繁华似锦的重怀城里，自给自足，自由自在，过得好不快活。我从未后悔自己所做过的决定，不论从前还是当下。姑娘活得如此通透，实在令人佩服。我敬姑娘一杯。多谢姑娘。姑娘好眼力。游仙姑娘，一舞倾城，名动天下。如今孑然一身，我叶州卫里青年才俊甚多，不知他们可否与你相配？风云将军麾下的勇士，游仙自然是配得上的。小爵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萧诀这是激将法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我想做个媒，有何不可？我要嫁谁，与你何干？
游仙姑娘花容月貌，能歌善舞，自然配得上前途大好的青年才俊。你凭什么反对？对啊，怀瑾，回去把你那些英勇的下属介绍给游仙姑娘。那是自然。小曲，有仙，那年的情信，是你写给他的吧？和离之人，也是你吧？原来是你啊！那时，我们都还年少。我想要为你赎身，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？你我出身如云泥之别，这婚姻并非儿戏，要考虑的事实在太多了。你让我再想想。你给我站住！妄想娶花楼女子为妻，败坏清明，又为罪臣忤逆父亲。你若走了，就不再是我杨家的人，永远都不要回来！何必这么折磨自己？跟我一起走吧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我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？说！请还我！罢了，我们和离吧。愿今后永不再相见。是我不配。明之，你怎这般糊涂啊？姑娘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这般襟怀洒脱的心性，实在令人佩服。当为我们女子的楷模。不敢当，只是人生苦短，不想委屈自己罢了。有仙，你先负都督，后负游仙姑娘，有眼无珠之人。我在想，那时候都督双亲尽逝，同袍战死，好友背叛，明知事有蹊跷，却找不出证据，那种无能为力之感，该有多痛。还有游仙姑娘，她嫁与你为妻，本该受到你的敬重，可是你却冷落她。你是不是以为不打不骂，便没有违背你的君子之道？你可知，彻底的冷漠与忽视，比打骂更伤人。那就意味着，从你的心到你的眼里，都已经没有这个人了。我父亲无法喜悦，和你毫无干系。我也从来没有指望过，你一句话可以扭转整个形势。
我确实曾因为你出言不逊而感到怨恨，但那都过去了。你我不过是这长河中的沧海一粟，转瞬即逝。我无意渡人，你也不需画地为牢。既然已经身处低谷，那起码每行一步都是向上走。逃避和颓丧最是无用。我定会查出真相，让我父亲，让萧家军沉冤昭雪。会有那么一日的。至于游仙姑娘，与其在心里自责，不如做点什么。自怨自艾，最是无用。再这么喝下去是要醉的。姑娘，可有心事？我方才那般义正言辞，我不过也只是一个逃兵，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杨明之呢？真是可笑之极。姑娘想必也有为难的事吧？我的那点为难，跟他的痛苦比起来，算不上什么。可是我看你也很痛苦。有心，我错了，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，我只想你能让我回到你身边。我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弥补一些我对你的伤害。你的事与我无关。有心，有心，我别无他想，你可以无视我，拒绝我，但我想留在你身边，因为我真的爱你。其实我就是今晚到底喝了多少？这是？你会恨我吗？都督，都督，是何爷让属下把这封信转交给您的。江畔长亭，与君一叙，不见不散。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，非要写信？萧公子，有仙姑娘，奴家是来向萧公子道谢的。有何可谢？萧公子为了我和杨明之的事费心斡旋，奴家感激不尽。本想趁机揍他一顿，没想还是落空了。
萧公子这是在怪我了？他想留在我身边是他的自由，而我会怎么选是我的自由。那甚好，在下还有事，先行一步。对了，当年到入音楼来的不是还有一位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文弱倔强，戴着面具，还不愿自报家门。他如今在哪儿啊？物是人非，没什么可提的。这么说，你们之间似乎是生疏了。也对，你这些年啊，东征西战的，定然也难以与他保持音信。毕竟是个姑娘家。你说什么？萧公子难道不知道吗？他分明啊是裹了束胸，却紧张的不得了。我就随便逗了逗他，他就慌张的要命。这羞涩紧张的模样啊，定是姑娘家，我是不会看走眼的。哦，说来也是巧了，何如妃的妹妹，这位何家大小姐的闺名也叫做何燕。像你这样的女子，要进叶州卫当一名新兵，我不信你没有内情。终有一日，你的秘密会被揭开。我哪有什么秘密？我和都督前世有缘罢了。小心何如妃，是他让我扣下萧大将军的求援信，缓几日再送。你说小心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何家大小姐何燕，还是当年那个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何如妃？说你是何如妃，那现在的何如妃是谁？说你是当年的何如妃，那为何要见死不救？都督，你果然会萧家剑法。你都知道了。这路青狼剑法，除了萧家人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没错，我是曾经的何如妃，这不是我的本名，我本名何燕，是何如妃没有血缘的继妹。但从记事起，我们便被调换了身份。互换身份？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已经是何如妃了。他们说我的大哥活不了多久，我必须扮作何如妃，不然何家的爵位将会保不住。所以我只能用何如妃的身份活着。但是我不想屈服于这样的命运，所以我离开何家，投奔抚越军，挣了军功，得了封赏。而我那本该早夭的哥哥，还好好活着。他回到何家，毒瞎了我的双眼，抢走了飞鸿将军的身份，甚至想要置我于死地。可能是老天爷觉得我太可怜了，
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所以便有了现在的何言。我是何言，也是何如飞。我和你说我要建功立业，不是假的，因为只有与何如飞站在同样的高度，我才能拆穿他的谎言，不让他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。只要是我的，我定要亲自拿回来。抱歉，小觉，是我瞒了你。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。我只问你，明水之战救援来迟的那个人，是不是你？是，驰援的人是我。3万小夏军惨死，我的父母也接连死去。明水之战定有阴谋。你瞒了我这么久，如今还让我如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？是啊，是我瞒了你，我又怎么能要求你马上就相信我呢？但是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以辨是非。你若是不想再看见我，那我便离开。都督，你不杀他，让我杀了他。都督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我们怎么能放过他？让他一走了之，太便宜他了。你就给我待在叶周围，真相出来前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不如我们4个……都督，到了。今日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，不必有后顾之忧。你原来是什么样子，便就是什么样子。你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直接说出来，不要委屈自己。我真的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？为所欲为。好，为所欲为。不过是100两，
若能博得夫人一笑，便值得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等星月投影你心间。哎呦，我的屁股呀！哦，哎呀，你真来啊！老爸，你有没有闻到肉的香味儿？啊，还真是！不打了，中午什么也没吃，我呀！哎呦，不打了！哎呦，这肉呢？吃肉。休息会儿。阿和哥，你现在啊越来越厉害。他本就厉害，近来又日日家训，武艺自然越来越精湛。只是长此以往啊，这身体如何吃得消？都督，沈教头。都督。让一让。你们练你们的。